中国历史上有3个皇帝被称为千古一帝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我身后的埋葬在陕西兴平茂陵的汉武帝刘彻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茂陵，为大家讲述这位千古一帝。刘彻的老爸是汉景帝刘启，就是历史上文景之治的汉景帝。刘彻只是汉景帝刘启14个儿子里的第10个儿子，当皇帝是轮不上他的。因为当时的太子呢是汉景帝的长子刘荣，但是自打这个刘荣当上太子之后，上门提亲的、送礼的、磕头拜把子的是不计其数啊。汉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飘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个刘飘为了扩大权势呢，就想把女儿陈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。然而太子刘荣的生母骊姬很讨厌刘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老给汉景帝送美女啊，惹得骊姬很不高兴。所以当他巴巴的跑去太子府登门提亲的时候啊，谁成想啊，这个堂堂的馆陶公主刘飘竟然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，被骊姬给严词拒绝了。刘飘是又羞又恼啊，于是向刘彻的生母王氏求亲。这个王氏很会来事儿，在现代就属于情商特别高，他热情欢迎陈阿娇和自己儿子刘彻的这门亲事。而且刘彻这个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小嘴呢跟抹了蜜似的。他说日后彻儿若能娶了陈阿娇姐姐为妻，定为他造一座金屋，把它藏起来，这就是金屋藏娇的典故。那就这样，馆陶公主刘飘和王氏就结了姻亲。汉景帝乾元7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50年，在馆陶公主刘飘和王氏的共同运作下呢，太子刘荣被废，骊姬抑郁而死。同年夏天，王氏被立为皇后，刘彻被立为太子。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刘启去世，16岁的刘彻登基，就是汉武帝。陈阿娇被册封为皇后。但是随着汉武帝羽翼丰满，权力加强，帝王的多情风流也逐渐的显现出来，他身边的女人呢也越来越多，慢慢就冷落了阿娇。那么这个呢，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。刘彻刚继位的时候啊，只有16岁，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的时候。当时的大汉常年被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骚扰。说起这个匈奴，咱们还得从刘彻的曾祖父汉高祖刘邦说起。话说当年刘邦一当上皇帝啊，匈奴就笑了。早年被秦始皇欺负到北边很憋屈，他觉得这下终于来个软柿子了，结果呢还真是个软柿子。因为当时的刘邦跟项羽刚打完架，弄得浑身都不舒坦，根本就没有力气再跟匈奴玩。于是大汉就施展了一个宇宙无敌大法，就是和亲，就是送你新娘子还我好日子。这个没出息的匈奴发现原来不玩命也能赢大奖，拉着妹子和几卡车嫁妆，像小鹿一样就欢快的回去了。这大汉朝也发现人类的和平就这么简单，一个妹子几床被子，妇女真能顶起半边天。所以日后但凡是匈奴一闹腾啊，大汉朝就安排法定节目和亲。但是这个匈奴的威胁一直都存在着，忍了几代皇帝，到了汉武帝这儿，小伙子不是省油的灯，终于对匈奴全面开战。他先后任用卫青、霍去病等为大将，主动出击匈奴，先收复了河套，后统领了河西。到了公元前119年，卫青、霍去病分2路出击匈奴，出塞1000余里，斩首万余人，匈奴单于仓皇北逃。尤其是霍去病，他以弱冠之年封狼居胥，兵锋直逼瀚海，匈奴从此远遁，一蹶不振。他们收起帐篷，唱起了哀痛的挽歌：使我胭脂衫，令我妇女无颜色；使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烦息啊！那在武功方面，汉武帝不止北击匈奴，他还南吞百越，西征大渊，东并朝鲜，以至于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疆域，东抵日本，北遇阴山，西至中亚，南到越南，比秦始皇时期扩大了1倍。汉武帝这么厉害，当然不是只会打架，文治方面他也是有2把刷子的。话说儒家早在春秋就有了，但因为在乱世没派上啥用场，几百年都兴盛不起来。到汉高祖刘邦当皇帝的时候呢，因为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廷的礼仪，确定了天子的威严，刘邦开心的不得了，总算在朝堂上给儒家留了几个席位。但真正把儒家作为官方唯一指定教材的却是汉武帝。汉武帝期间，他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此后的中国开始独尊儒家。那就在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达到鼎盛之时，他却陷入了昏聩的晚年。晚年的汉武帝疑神疑鬼，感觉总有刁民要害朕。结果一个叫江充的绣衣使者，他利用汉武帝的疑心病栽赃太子刘据，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。太子刘据莫名的背上这么一口大锅呢，想摘又摘不掉，只好举兵攻打江充，结果兵败自杀。那么他的母亲皇后卫子夫也跟着自缢身亡。
巫蛊之祸发生之后，汉武帝是妻离子散，彻底沦为了一个孤家寡人。后来他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，说：“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，是天下愁苦不可追悔。”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。公元前87年，70岁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带着他的光荣和遗憾与世长辞了。他的一生历来都有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两种不同的评价。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，他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他给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，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。这就是汉武大帝名副其实的千古帝王。